腾讯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狂野时代的剧组，我们现在在一个海边，在戛纳。源头就是今天在发布会讲的，就觉得现在整个外部世界变化很大，然后事件在飞快的流逝，所以源头就是想要有一个东西在这样的时刻出来。因为这个角色它是让时间混乱的，所以我们电影又是线性的，所以一直到最后的那一刻，最后一张字卡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刻就抵达了。跟千玺我们碰完面以后，就发现有一样这么内向的人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场会节省很多成本，不用去说很多场面话，然后大家可以有效投入到工作里面，以及也会觉得千玺的才华也能把那么多个角色完成好，因为不只是有少年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，所以跨度会比较大，也相信他能处理好这些角色。然后小姐的理由会更简单，因为我是她的影迷，所以天然的就想邀请她。然后这次觉得，两位表现在我心里面都超过我的预期。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刻，他当中饰演的某一个时刻，让你感觉到也是你心中的那一刻？定妆那天就已经非常的肯定了。定妆那天，然后我们拍了一些东西，拍了一些照片，拍了一段视频。定妆定的就是在民国的那套造型，我就觉得已经非常漂亮了，而且就是这个角色。虽然那个时候角色和今天会有一定的出入，但是他的神性是一直没被改变的。千玺他的一个在这个电影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5个角色，那在你的心中，他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是触动到你的？因为千玺整个造型跨度会比较大，所以基本上每一个章节我都要重新认识他，因为他长得都不一样嘛。我们有特殊的化妆，有时候他40多岁，我好不容易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我每天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化完妆了。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拍的其实是妇女的那一段章节，关于嗅觉的那段章节，所以每天我在现场见到千玺，他已经化好妆了，然后我久而久之我就会天然的以为千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等到我们拍下一段的时候，他变成一个美少年的时候，我会要适应个1-2天。和千玺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每天发现新的千玺的过程。那当然，他有很多值得挖掘的。新奇基本就是这个方向的词吧。我其实直到演完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在我的脑子里把它们串起来。对，所以这个话也是比较懵的。跟导演合作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在跳跃，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作为演员是必须把这个表演质感给落地，给把它变得平实扎实，然后才会在他的脑子里跳到下一个点的时候，这个跳跃的对比才能很强烈的反差出来，就是这么一个工作的过程吧。癫狂过瘾，就我演了一个挺癫狂的一个人吧，也是比较突破性的，之前好像没有演过这一类型的，然后跟导演合作也是很过瘾，需要适应，但当你适应之后，你就发现你很自由，就是那个创作它是其实是没有上限的，就大家想到什么都可以直接的交流，然后你想怎么去表达怎么创作，导演都是给你那个空间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很过瘾的。导是你的影迷，然后进入到了他的电影世界。我也是他的影迷，互为影迷，互为影迷，就是也是一样很新鲜，然后又是一个挑战。因为这次跟导演拍戏的这一个方法跟表现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特别的新鲜，但是挑战也特别大，因为要把整个角色给顺下来，其实还是需要时间的磨练。包括我昨天看完电影之后，我都会觉得说，如果再多拍个几条可能会更好。但其实我们已经拍了好多条，跟好多天了。每天就是去做梦，好像是一种意识的延伸吧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这种
意识的逻辑，就是怎么样把它串联在一起，然后再去演绎出来，很开心。第二次进入了，二进宫是吗？常回家看看吧。对，就虽然说我比毕赣大不少，但是我拍完《地球》之后，不可否认的，就跟他一起创作之后，他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思维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。我觉得是件很让我欣喜的事情。但是也更自主了吧？因为已经适应了导演的创作。就跟早上董劲松老师跟那个丹峰老师说的，就默契吧。但你默契也不是太默契也不好。往往就因为他默契的就不管你了，再去管别的事儿去了。对。和小女孩的那一段吧，其实那一段也没有想说把特殊的气质提得多么往前，或者说多么特别的不一样的气质，因为它离我太远了，就越想说越平时，越生活，越给它不加太多过于的修饰，让它这么过去。但是你知道那个气质还是就是离得远，你光靠肢体，光靠眼神，光靠这个台词声线这些小动作，它其实也很难说达到真实的那个状态，感觉比较难去抵达吧。对于这个角色，刚才提到了，你还做了什么准备呢？除了外形上，肯定是增加了胡子，你怎么尽量的去找到你刚才说的那种状态？心理上，我们当时判断的这个人，他其实是一个已经行骗了很多年的，他是比较油滑的这么一个人，但是他来这一趟南下这一趟会比较，其实有点疲惫，就是想这个人整体的状态会有一点点疲惫，然后整体会是比较颓的一个中年人吧，然后会学一点魔术，跟老师学了点手上的小功夫，也听老师讲讲他的故事，讲讲他给我们科普这个所谓魔术和行骗之间的这些小故事，去靠近。你虽然在这个电影里演了5个角色，但是本质上他是同一个迷魂者，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心里的那根线，你觉得你演的是1个人还是5个人？我其实是把它拆成5个人的，包括他到底有没有前世的记忆，有没有上一个篇章的记忆，这个其实我们也并没有给特别明确的答案，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我其实都不太清楚。对，所以昨天看完影片之后，你找到答案了吗？暂无吧，暂无，就是，其实有些答案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去解开，对。一整部，其实最主要它还是一个串联性的，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串联起来，其实是特别奇幻的一件事情。就5个不同年代，你要串联在一个梦境里头也好，或者在一个人身上也好，我觉得这是特别新奇的一件事情。但于我来说，我对于这个整部戏的摄影的美学，我是非常非常的喜爱跟惊讶的，因为太不可思议了。就至少我在这么多年的从影的经验以来，我觉得导演给我的这个惊喜是特别大的。还有包括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精准的对位，其实特别像实验性的东西，可是画面特别漂亮。那个画面的运作，包括他们一个镜头下来也好，包括狗牙在那个庙里头的那个，我觉得很像仙境里头的那种意境也好，太多了。我觉得这摄影的这个风格是让我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。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的本能，比如说在看到其他几位演员在其他几个段落当中的表现，你觉得现在让你去想的话，有没有哪一个段落是你想进入那个片段和迷魂者产生一些关联的？每一个角色都会很想要尝试。就比如说，如果说像我是迷魂者这个角色的话，我要怎么去进入这个状态？如果是吸血这个角色的话，我会想要去进入那个。包括好像爵哥他那个掐的那个脖子，这个我也特别想去尝试。就是你一直在机器旁边，然后这样子去做的很多的一些表演，其实是特别酷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像赵马克他那一种男人之间的那种厮杀啊，还有那种魅力，我觉得那种碰撞又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，所以其实每个都很想去玩。下次跟你捅耳朵。哦，捅耳朵那个真的，对呀，
很酷。其实我一天到晚都很想要演一些很暴力的角色，但是这我讲了好几十年，没有人找我演暴力的角色。但这次你和千玺的对手戏，千玺都是以这个戴着面具嘛，对吧？那样的一个鬼怪的一个像那样的状态出现。那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式，你对他这次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呢？真的特别好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发疯了吧。首先发疯，我在我那一段的时候，他刚刚讲说他特效化妆这个东西会让他很敏感什么的。其实你一直在未知里头摸索自己的一个角色的时候，那个东西是有一种恐惧、不安，还有莫名的一种愤怒。我觉得这都是造型上，还有拍摄的环境里，跟导演虽然没有过来跟你讲什么东西，但是那种莫名的有一种压力在内心里头那种爆发。我觉得千玺虽然他是演个怪物啊，他所有的东西都被套起来，但他眼神里头的那种你是可以看得出来、看得到的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演员来讲是特别高境界的一个表演方法的。开篇的时候特别累，对，光靠一个眼神去表达一个整个情绪是特别难度高的，所以千玺也是给我很大的惊喜的。没有，我就是比较追求逻辑，就是前因后果，就是我就是1、2、3、4、5这样的一个人。比如说导演让我去3，我就说那1跟2呢？那是什么？但导演可能就回答不上来，因为就是对他来说那不重要，他要的是当下的这个画面。比较困难的就是我怎么跳过1、2到3，就后来学习着突破了自己的一个点，跳过了逻辑。对，比如说常常导演就是说 OK， 你跟千玺你们两人从那儿走到这儿，那我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到那儿啊？我说没关系，你现在机会都已经摆好了嘛，那咱们就先来一条看看呗。对。那在你的段落当中，你觉得你眼中的千玺和他的合作的感受是什么样的？因为你们那个段落，他其实受了很多的刑，对吧？但是可能一个很癫狂的，同样是一个很癫狂的一个状态，同病相怜吧。我想的也是这个词儿，难有。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帐篷里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千玺您来多久？说我从去年就在这儿。我说啊，这已经待了那么多好几个月了。我说那你传授一些心得吧。他说不知道。有一个人跟你就是一起在探索，然后满足这个暴君的要求。片场暴君，但他也很 nice 啦。他当然他不是开玩笑，但就是你知道他要的是一个很高追求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大家可能都得彼此扶持，然后一起摸索到那个终点吧。拍的时候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困难，然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，然后到最后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整合到一起，然后全部解决。然后还有就是尽量让自己能多出一些新鲜的东西，因为每天其实都在重复，但是不能只是重复把它变好，而是需要一些新的感受、新的东西来把它变成一个在那儿的东西。所以千玺作为你的对手演员，他也会在不断的给你一些新鲜的刺激吗？对，他每天都会给我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在互相感受，然后一起去完成这样一个疯狂的故事吧。上次我们是60分钟，这次30多分钟，但我觉得这次我更紧张，因为真的要顾及东西太多了。然后比如说你要唱歌，你要关注这个点要他们干嘛，这个点要干嘛，我要配合什么，然后我还唱错了。对，然后又转回来了。就导演在整个对于操作长镜头，他就有更多的把握，他有更多把握之后，就有更多的空间去怎么去创新，去往里面放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我就享受这个过程。那有没有比如说这次千玺、更新他们是第一次拍摄这么长的镜头，有没有给他们传授一些经验？没有，我刚到第一天，他就跑来找我，哎，你跟我说说这，我说我也不
不知道。就其实我发现创作的那个氛围，其实跟他们两个说的是一样的，就是之前导演的那个微信的名字叫爆破员，我就感觉自己像条那种找哪里有炸药的那个狗，就是比如说就是这里我们就去跑，这里不对。那儿就跑啊，这里好像有，就继续往里跑，然后就这么跑出一个30两厅什么之类的，对。好生动的比喻啊！我们都是看着导演正好今年是第10年，看着我长大的。对，这倒不至于啊，看着您的电影长大的。2015年《独别野餐》，然后18年《地球》，到今年正好是您创作第10年3部长片，所以您自己如何看待这10年来您自己这3部长片之间的关系？我觉得就是逐渐的从一个非常私人的到非常个人的，到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到属于别人的这么一个过程。为什么会有这部影片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？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，但是我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，所以电影是不是跟我私人有关的，是跟作为一个人有关的。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导演的这个境界就上了一层？他们不会这么想的，发现。好，我帮他们回答。最后我们问一个好玩点的问题吧，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呢，因为它的缘起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做梦，对吧？然后梦的可贵性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问问6位，你们最近做的一个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梦是什么？我就是导演，我知道你别说你最近一直没睡觉没做梦，我知道你特别这个一直在特别赶，但是你肯定也能有梦的时候啊。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个。不用特别那个印象深，就昨天晚上我真没做梦，真的没有，太晚了，就睡了3个小时就醒来了，真没做梦。印象很深的是，我有一个非常近的一个亲人啊，然后他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他就走掉了，就去世了。然后我会在拍这个电影的过程里面经常会梦到他，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。我是来这儿的出差，前2天去另外一个地方出差的，这一次出门的前一个晚上就有点紧张，然后会梦到被什么东西追，然后自己跑得还特别慢，然后就是梦得浑身很累的那么一次，经常会梦到这种被追的情况。我时不时会梦到之前在那个餐厅打工的时候当服务员，然后梦里面就会是30桌客人一次来，只有我一个人要去服务他们所有人，就当下就是有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，就是手上的托盘就直接甩地上，这样就是毁灭吧的那种梦。我忘了，但是应该说，我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，采访完之后去了那个休息的那个厅吃饭吃饭之前的那个厅，你们不是都坐外面吗？我就坐在那里一看出去，我突然觉得说这场景我好像怎么梦过，对，就今天突然有个，我很少做梦，对，还挺幸福的，对。睡眠质量比较高。可能吧，我都熬到最晚的时候才睡。我有一次第一次梦到自己不是人，是一条蛇，然后这个很酷，因为我在就是在杀那个老鼠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它，但是就是要杀了它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记得我是在跟一个老鼠在撕扯。我的梦怎么那么现实主义题材呢？我就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去约会，推开门发现是我妻子。这是欧亨利式的结尾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的合作，希望大家都做好梦啊，好梦，谢谢。第一次来到导演的电影世界的感受，包括这个角色，可以给我们1到2个词形容一下。我刚才说，我其实演完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串起来的这个共性到底是什么，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真的电影机器？